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外国投资者错过2023年最佳中国债券反弹。彭博社根据中国中央结算所和上海清算所发布的数据计算，4月份外国投资者在所有市场领域净卖出中国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券除外。外国投资者频繁抛售的原因是中国债券收益率低于全球同行，并担心经济反弹将减少对中国债券的需求。截至4月的一年中，外国头寸总额减少了1710亿元人民币，248亿美元。花旗集团此前将中国债券评级下调至减持，但上周将其立场调整为中性。马斯克否认接受爱泼斯坦的建议。英国每日电讯，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否认收到杰弗里·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的财务建议。此前法院命令他交出与两人之间涉嫌交易有关的证据。美属维尔京群岛要求马斯克提供有关爱泼斯坦和投资银行摩根大通的当货付款记录，以及他可能掌握的有关爱泼斯坦的任何证据。该司法管辖区已起诉摩根大通，指责该银行无视有关爱泼斯坦的警告，为爱泼斯坦在小圣詹姆斯的活动提供便利。马斯克还声称特斯拉与摩根大通没有交易。在巴菲特10亿美元押注后 ，Capital One 股价上涨。路透社 ，Capital One 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7%。此前，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Berkshire Hathaway） 透露已持有该信贷供应商的股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表示，他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购买了9600万股股票，这笔交易的总价值约为25亿美元。每只青蛙都有它的一天，佩佩上涨7000%。加拿大环球邮报。受魔音启发的加密货币 PayPal 自4月16日推出以来已上涨7000%，截至5月5日价值达到18亿美元。虽然此后回吐了60%，但按市值计算 ，PayPal 仍然是第3大魔音货币，仅次于狗狗币和柴犬。最近人气的激增提振了其他魔音货币，5月第一周的交易量达到26亿美元，高于前一周的40.08万美元。B2C2 的 Emmett Go 表示，尽管市场参与者警告说魔音货币具有投机性和风险性，但 PayPal 的崛起表明有资本坐在观望线上等待部署。特斯拉继任计划股东大会前需求成为焦点。路透社，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将在周二的特斯拉股东大会上面临有关缺乏继任者、需求疲软和车型延迟的问题。预计投资者将对发布一份关于关键人物风险的报告进行投票，因为一些人发现马斯克对这家电动汽车公司至关重要，导致继任问题。马斯克表示，他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特斯拉身上，但还有其他企业，包括一家新的人工智慧初创公司，这也是一个担忧。预计马斯克将被问及这家初创公司，以及他是否聘请了某人来运营它。亚洲对冲基金涌入中国教育，美国第一季度股票 AI。路透社，亚洲对冲基金在2023年第一季度投资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的股票，因为该行业在充满挑战的市场条件下表现出韧性。总部位于香港的格林伍德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370万股新东方在美国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和220万股联业教育。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丰和增加了其在联业质疑的头寸，并从新东方控股中实现了利润。这些文件还显示了对科技行业的投资，特别是包括英伟达、Meta 和微软在内的美国人工智慧公司。鲍威尔的遗产受到通胀、银行危机和美联储新动态的考验。路透社，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正面临一个关键时刻，与通胀做斗争，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美联储对金融部门监管的批评越来越多。拜登提名新的央行副主席可能被视为对鲍威尔的信任投票，但毫无疑问，这是对他在利率方向上的管理能力的考验。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中最低的公众支元帅，也是对美联储监管进行外部审查的不寻常呼吁。如果鲍威尔的工作做得好，他可能会被人们铭记为美联储领导人。他在没有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保持了压力大的金融体系完好无损。但如果他假设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可能不得不诉诸惩罚性的加息来重新获得它。鲍威尔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遏制通货膨胀，而不会在总统选举前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增加。耶伦说，随着债务限额僵局的拖延，美国经济悬而未决。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围绕联邦债务限额的僵局正在对该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他呼吁国会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经济成本、经济放缓以及对数百万美国人生计的潜在负面影响。
耶伦正在向华盛顿的社区银行家传达他的资讯，提醒他们2011年围绕债务上限的辩论的后果，导致美国首次下调信用评级。耶伦将通知国会，如果不增加债务限额，财政部只能在2021年6月1日之前支付政府的账单。拜登总统将于今天晚些时候会见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和其他国会领导人。老虎证券将在中国删除跨境交易应用程式。彭博社被称为 Tiger Brokers 的 Fintech 将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中删除其交易平台，因为北京加强了对资本外流的立场。公司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经纪商跨境活动的指导。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现有客户将不受此举的影响，而国际业务将照常进行。早盘竞标，拜登，共和党人准备对峙债务上限。路透社瞧，拜登总统和资深共和党人将于周二举行会议，就提高债务限额和避免灾难性违约的协议进行谈判。围绕这些谈判的情绪一直很乐观，但美国只剩下2周时间，直到他用完现金来支付账单。投资者担心违约的可能性，但美国银行的最新调查反映了相对平静。该调查显示股票配置升至5个月高点，71%的参与者预计美国将在所谓的 X-Day 之前达成协定提高债务上限。市场还将关注美联储最新的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数据。美国对加密货币的打击推动交易所走向离岸。金融时报包括 Coinbase 和 Gemini 在内的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正在采取措施退出海外市场，以逃避国内的监管打击，特别是在美国领导的加密型业执法运动期间。在 Celsius Network 和 FTX 等贷方失败后，美国监管机构将加强政府监管。对该领域监管的推动影响了美国交易所的命运。币安已经一头扎进去，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评论人士表示，预计监管机构将很快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做出回应。富国银行与股东就丑闻恢复达成10亿美元和解。CNN富国银行已同意向投资者支付10亿美元，这些投资者指责其提供有关其从丑闻中恢复为客户的丑闻的进展的误导性资讯。该和解仍在等待法官的批准，是在集体诉讼中提出的。他声称富国银行夸大了他满足金融监管机构要求的程度，并且随着投资者意识到问题，在截至2020年3月的2年中，其市值下降了540亿美元。自2016年以来，富国银行已支付或拨出数十亿美元来解决诉讼和监管调查。摩根士丹利考虑削减亚洲投资银行7%的工作岗位。彭博社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将把亚太区投资银行员工减少7%，原因是美中关系恶化阻碍了交易制定，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关于裁员的确切数量尚未做出决定，但据信有40多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华尔街公司现在正在从中国缩减规模，摩根大通今年早些时候在该地区削减了30个投资银行工作岗位。截至本季度末，摩根士丹利还在全球又裁员3000人，约占其员工的5%。消息人士称，寻求与 ASML 竞争的中国晶圆公司权衡 IPO 申请。彭博社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半导体软体公司东方景元电子正在考虑于2023年在中国申请 IPO。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12亿美元，已开始计划潜在的上市，尽管计划还处于早期阶段。东方一直是全球争论的话题，关于它是否侵犯了荷兰半导体公司 ASML 的智慧财产权。根据东方的说法，其软体在相关法规范围内运行。围绕 IPO 的讨论是初步的，该公司尚未确认其计划。迈克尔·伯里、淡马锡增 JD.com、阿里巴巴持股，达里奥出售中国股票。南华早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 Ray Dalio 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减少了在中国公司的股份，该基金出售了其在百度的全部702473股股份，并削减了其在微博、未来和 PDD 的股份。与此同时，大空头基金经理迈克尔·伯里 Michael Burry 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 Temasek 利用中国动荡的市场作为买入机会。Burry 以25万股的成本增加了233%的 JD.com 股份，并将他对阿里巴巴控股的赌注翻了一番。这两家公司占他1.07亿美元股票投资组合的20%。分析：随着外国兴趣复苏，意大利债券的神奇时刻。路透社根据意大利央行的数据，据说国际投资者正在扭转10年来退出意大利政府债券的做法。分析人士表示，强劲的经济增长、公共债务下降以及乔治亚·梅洛尼政府的政治稳定前景开始吸引外国投资者。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的外国持仓下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然而，一些专家表示，在美国银行业动荡之后，一些全球央行不那么积极的加息后，外国投资者对意大利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可能会使该国受益。我们应该回到这个问题吗？可以拯救市中心的4个修复。多伦多星报。多伦多的金融区一直在努力以其他北美城市的速度从 COVID-19 中恢复过来。由于通勤时间长和住房成本高，工人返回办公室的速度较慢。由于人们一直担心入住率可能停滞在疫情前水准的1半以下，并且该市感到受到住房危机和公共交通挑战的打击，专家们建议在核心的区提供更多经济适用房以及艺术团体、非营利组织、日托和研究设施的空间，使城市的心脏多样化，可以帮助活跃未充分利用的办公楼。这些提议将需要城市和在那里经营的企业的思维发生重大转变，提高免费午餐的可能性，以吸引工人回到市中心，提供更可持续和商业上可行的办公空间、日托规定以及重量训练设施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吸引工作力回到城市。百度营收在中国复苏推动广告宣传后跑赢。彭博社。中国搜寻引擎巨头百度报告称，收入增长了 10%，2023 年第一季度的收益为45亿美元。云和广告产品在 COVID-19 之后证明特别有弹性。该公司的 Ernie Chatbot 服务收到了良好的测试结果，但与其他服务一样，必须首先接受安全审查才能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创始人李彦宏呼吁他的员工继续创新，称该公司的云端自动驾驶将推动未来的增长。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